新的空开为什么跳了合不上？是这个电闸又坏了吗？这一搬它就搬不动了。啊，现在就是一般没搬动。这个合不上去是因为箱子烫住了，没跳到底儿，没跳到底儿，跳到底以后就行了。哦，我没有跳到底。总闸好了，这里还有一个跳的漏电保护器。这个是我家里插座的开关，但是这个一打上去它就跳。一打上去就跳，那肯定的，这是肯定的，它这个是要复位的。你就副了位打上去，它也那是漏电啊，副了位打上去它跳那是漏电。跳闸是有原因的，我把配电箱打开了。先看这个跳漏保的原因，拆掉灵火线。一指标笔测接地，另一指标笔分别测量灵火线。漏电呢？很明显是线路漏电造成的跳漏保，其他的线路没问题。虽然测出了这一路是漏电的，但是这个漏电不至于把总闸给跳漏。那什么情况下跳的总闸呢？客户说今天一开空调，总闸就跳了。看一下空调，这就是空调的电闸。客户说就是这个电闸往上一推，咔，总闸就跳了。所以可能是空调有问题。但是我拆下空调的电源线，测灵火之间还不短路，在升高档位测量，这个表针是有摆动的。它这个是空调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呢？客户联系了修空调的师傅，一会过来修。我先看一下是不是线路有问题。再看一下室外机，这线这有接头，都爆了。这块有接头，这块就爆了，这块接头也爆了。哎呦，这块有问题，所以说，哎呀呀呀呀，这样了。那它还是当时给我装的时候，它这个线就没弄好。得换线，换线。我把这一块都给你换了，整个换。在这有接头不行，买6米吧。买6米，我直接把里边给你换到里边。跳总闸的原因找到了，是空调线路的原因。再看一下这个插座漏电，插座线路漏电。修插座线路漏电，找到原装的接头，然后断开这个接头，把前后的线路都断开，然后再去测量火线与地线、零线与地线的漏电，就可以测出来是哪一段线路有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一块电路往这块还有插座吗？这块没有插座，我看一眼吧。没有。呀，这墙皮怎么就这样了？以前它正好外边是个露台，它渗水。那线管渗水有可能。然后它从这儿到那儿有插座。这个下边有插座吗？那没有。那没有啊，只能说上卧室了。这是卧室。到这里有一个，我把这个打开。你看它也没接头，接头呢在哪儿啊？那头是4平方的线，到这头是2.5平方的线，中间有接头。那就在这头测一下这个线路是不是漏电的。确实是漏电的。漏啊！往上走了。得找原装的那个接头啊。如果走的话，会不会这里边有插座？有吗？有。你把窗拉开。
拉开。哎，没有啊，这是没有，这是个网线的。这不是网线，这是个插座。这是个电话线的。它就是这线路都是改过的。修这种电路可麻烦了。我刚买了之后它就这样。买的二手房不是啊？对呀、啊。买的二手房，二手房之前都装修好的呗。哦，它简单装修的。上面没有接头的位置啊。这个得把灵敏度调低，缩小测量范围。可能是有插座，我稍微都给补全了。可能这一块是有插座的，后来改的。通的这个，通了道才能弄怎么换线？它是主线，啊，从这都往外分出去的，我怀疑是。你想换这段线，就得找到主线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它有接头。这个比较小，这个肯定有线。敲看看呗，你敲吧。那万一敲出来不是呢，怎么办？不是就不是呗，不是到时候再补，那只能先试试。那只能试试了，要不然你也用不了电呢。对呀、它这后边有洋灰，结果它后面这一块没有，看这个样子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测的是有线的，但是测的确实这块有。像啊，这个不是。这是线，这个属于啊，能用。行，巡线仪有立功了，没这东西找不到，他不敢敲，不敢扎。你得把主要是外面的防水，就是光弄里面治标不治本。我能测出来哪一段有问题，但是换线不好换，那就另说了。就这一路，我操，这一路可厉害了，
其他这几路你看都没问题，就这一路往挺走这一段，要是中间这没有插座没有接头啊，就这一路有问题啊，多厉害！我拽一下看它动不动吧，行吗？就那头拽一下，中间应该是没有接头了。动不动啊？动了就能换。一换3根线一块拉过去。这里就是电线出问题的地方，破皮了都，线管里进水了，然后漏电跳闸，这样把线路恢复，把接头接起来，可以看看电了。空调重新换的新线，送上电以后，空调运行正常，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来工地修一台设备，说这个设备开2天就烧了，现在工地上电都不让它用了，老跳闸，工地停电，漆黑一片。你看，他们工地上说是我们的主线是不是连电什么的跳闸？不是什么情况呢？他是，你能给我说一下什么情况？就是开起来以后跳，还是不开就跳？现在合不上了，这个能合上，这个能合，这个合不上了，一合那边全不跳。这个好像24伏的，他说的那个厂家说的，好像他是怀疑是这2个东西有烧的，就这个东西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这个能合上，对，这个合不上，对，合不上，一合就爆了，对，一合那边就跳了，对，一开始是机器正在运转的时候，它咔哧跳闸了，运转的时候跳着了，嗯，这路线下边拉了很多呀，带了很多，对，其他的这些合着没事啊，对，就这一路，就这个，就这一然后路，它合不上以后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运转了，连那个屏幕都不亮。我得先看一下它设备的输入电压有没有问题，就是进线电压380伏正不正常，400伏，三相电两两之间400伏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也不缺项。再测一下220伏，火线与零线，没问题，现在电压都正常。客户说总闸可以送电，送上电以后就是这个闸不能送，一送就跳，那就把总闸先送上电。再测一下220这个电源，220，他说可以送电，那我就送一下。这些闸他们都合过，电闸下面火线有电，保险丝进线有电，保险丝出来的线没电，这个保险丝烧了。烧保险丝可能是下边的控制电路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个保险丝是控制回路的保险丝，保险丝不通了，保险丝后边控制的是这个电源模块的输入电源，那这个电源块是不是有问题了呢？呈4开档测量它的电源输入这个电阻，真没动，应该是有电阻的，看一下，依然没动，测的这2个都有问题。另外这些接触器的线圈也是220的，我得测一下它线圈有没有烧的。这个用万用表的呈10档来测量它的线圈，线圈是220伏的，因为如果电压过高，它会烧坏220这些电源还有线圈。这个线圈电阻可以，这个得测一遍，不然的话不敢送电。再看这个线圈，表针没动哎，这个应该和上一个接触器一样，线圈摆动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，而它没有。那这个接触器烧了吗？这是拿螺丝刀捅一下，不正常。这个接触器烧了，
线圈烧了，线圈的电源是从保险丝出来的，线圈烧了，同时2个电源块也烧了。那什么原因会烧这些电器呢？我觉得是电压超高才会烧这些电源块。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的电源块一火一零，用层4开档测量，它是有电阻的，而这个烧坏的，看一下表针就没动，上面这个也是，所以我判断这2个电源块都是烧坏了。还有个有趣的现象，测它的灵活接口，看这个表针，它会慢慢的往回摆，这种现象很有趣。层4开档它输出一个高电压，先是给它瞬间充电，然后它内部的电容再慢慢的放电。我觉得就是这种原理，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这就是指针表测电源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接触器也买回来了，一会儿给它换上。电源块换上以后，测量都正常。像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送电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故障，就是总闸送上电没问题，这个闸一送就会跳总漏保，所以我要测一下漏电。我怀疑是漏电。这个测漏电需要拆掉总零线，总零线与地线是通的，所以不拆总零线测漏电不准。因为控制柜内有回路，有回路就是通的。一指标笔测设备外壳，另一指标笔分别测量电闸下边这3路线，还都不漏电。不漏电为什么会跳漏保呢？这个电闸下面接的都是接触器上面的主线呀，都没吸合呀。除了这几个接触器的主线，还有什么线呢？我捋一下。这个空开下面接的这几个接触器的主线，还有往外接的线下来了，在这儿接了一个220的空压机，就是这个空压机220伏，也就是说送上电它就突突的转，那是空压机有问题吗？但是我无论怎么测，空压机都是没问题的，也不漏电，线圈也没问题。电是有了，可以送电看看吧。零线接着呢，零线不会虚接呀。如果进来的零线有虚接，那就完了。可以送个电试试吧。试试吧。不行，跳一送就跳，对，还是一送就跳。得去总配电箱那边看一下，再上那边去看看。哪个问题？零线没问题，一般零线的压的没问题。活动了，怎么那么压紧呀？这2个就是这个配电箱的总零线和他们家的主零线，这都没压呀。主零线虚接会烧东西的。我去拿个扳手。拿扳手得紧，太松了这个。怪不得他们工地上工人说总是烧电器。那从后边看就是，一个是他们的总零线，一个是他们的主零线，2个都没压紧。拉的紧的这个。紧完零线再看他们家的地线，地线接哪去了？看看啊，找找。这是他们的主电缆，他们的地线，这就是为什么总是跳漏保的原因。地线接零线排了，莫名其妙的跳，不漏电它也跳，在那边一合闸就跳，就是因为这个地线接零线排了。零地短路，要么说1级箱那个漏保也老是跳，人家电工都不让他用电，原因就在这儿。
这个地线应该接在地线排，这样就好了。他们一开始接在那个楼上了，他们没来，他们又挪线了。这样子放心的送电就没问题了。跳了，太好了。好了，屏幕亮了。好了，这样我的检修就完成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是个学校的礼堂，你听，有报警的声音。因为房顶有烟感器，他们担心上面的电路是不是有异常，会不会起火，让我过来看一看。这种响好像是应急灯，这个烟感它是像那种警报似的，对，你听是不是这种声音？这个声音不止一个地方在响，这边也有响，那边也响。在哪个地方响的呢？在房顶，这个得上房顶。怎么上去啊？这个房顶有点高啊，看从哪能上去。这里有梯子，可以上去。小腰包一挎，该带的工具都带上，上。有点高啊，哎呀，爬上来以后后悔了。爬房顶的活以前经常干，它这个吊顶，你看吊顶一般都这样，空调、风机、管道，它这个骨架结构很好。我以前见过不好的，就是那种一脚踏空了就名垂青史。既然上来了，就硬着头皮往前找吧。这有一个，就是它在响，应急照明灯的电源，它在响。这个房顶不止一个，而且都在响。它为什么会响呢？据我的了解，像这种只要是一响，就是电源块坏了，不行了，得换了。用万用表测量，它的输入和输出的电压都正常，220伏。所以我就断定是这个电源块坏了。这个也简单，直接买新的换电源块，直接买了一箱。敢死队上，我们3个人一块上去安装。不要踩这个石膏板就行，放心的走。我都趟过一遍路了。所以说一定戴头盔，我吃过这方面的亏。继续下一个，困死我了。这个活没啥技术含量，拆下线接上线就可以了。都好了，我来试一下电，送一下电看看啊，别动啊。好了吧？没叫了吧？再静了，没叫了，而且灯都亮了。下来了，英雄。活刚干完，就有老师带着学生进来讲课。我坐在第一排，当了一回小学生。老师说，好久没有这么安静的给学生上课了。好了，维修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。请多多指点，亲爱的，我想别说话了，太频繁了。我想要王师傅明天来一趟给看看。灯，这是吸顶灯，关了灯以后就是这样，一会亮一会灭，一会亮一会灭，就是这个灯开关，灯正常亮，灯也是刚换的。先把灯罩取下来 ，LED 灯
上一个灯也是这样，晚上微亮，以为是灯不好，换了个新灯，结果还是亮。现在是关灯的状态，这个时候线上是不应该带电的。测火线15伏，测零线17伏，这是不正常的，零线带电。这里有个固定的铁棍，这是接地的。零线带电17伏，因为它连着驱动形成回路，所以这根线也带电压。这是火线，可以开灯看一下。开灯以后显示电压220，零线还是带17伏、18伏。就这种情况可以确定它零线是不好的，零线应该是0伏。这个电不是感应电，它会通过 LED 灯珠对这个铁棍之间形成回路， LED 灯珠就会微微亮。它这种情况你再给它并一个安硅电容就不好使。我以前视频中用这种方法解决过灯微亮的问题，那个是感应电，而这一个不是。看一下现在在测还是带17伏，所以这种情况并安硅电容没有用。再来到配电箱看一下，在这个位置测18伏，火线230，零线18伏。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火线漏电也会造成零线带电，可以拉下电闸看看，拉总闸。再测近线还是18伏，测地线没有。它这种情况应该是外边的主线出现了问题，主零线带电。再用望远表确定一下故障现象，测量零火之间的电压230伏，正常。电压正常，所以家庭电器都正常用电。再看一下火地电压，火线与地线比刚才零火之间的电压要高，高出10伏，240伏。这个电压应该和零火之间的电压是一样的，它却高出了10伏。零地，把档位打小，看一下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。这个电压3伏之内我觉得是正常的，而它17伏，刚才电比测的零线也是17伏，所以我个人判断是它零线出现问题了。以前经常遇到地线不好，地线会带电，而这一次地线不带电，零线带电，那这是因为零线不好吗？下面我准备去楼下的主配电箱看一下。找零线排，这就是电比测零线排，带16伏的电，在这个地方都带电。再测一下火线，这一项，这两项是并一块的，它这个电路是改过的。现在是2根火线，这一项是零线，带15伏，主零线都带电。哎呀，也不清楚以前这电路出现过什么故事。一根电缆下来，进来3项电，这根线没接，测一下这上面带多少伏的电，215伏。这一项的对地电压明显要比其他2项低。零线带着10几伏，16伏，16加213、214，正好230伏。而其他2项的电压231、230，就这么巧吗？这个火线被零线抢走了16伏的电压，有时候就是这么巧。在没用这种数线电比之前，我都没见过这种现象。这种电比还是很好的。主零线带电，每家每户的零线都带电。你看，每一个零线都带电。还好他们的主地线都是好的，不带电。他们这个单元这个样，其他的单元呢？去看一下其他的单元，零线带电不稀罕，这个故障现象不稀罕，我是经常见到。看这一个单元的零线，哇，一看就知道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虚接。测一下它的主零线16伏，这一个229、235、201，这就是电压低的那一项。其他2项还可以。你说这种零线带电怎么处理呢？主零线接地不好，还是说虚接，还是说漏电呢？
电路插到这里，我都没办法再往上插了。那还是上去解决那个灯的问题吧。我提前准备了一个中间继电器，接上2根线，它的原理就是靠继电器的吸合来接通和断开电路，给灯供电。这个继电器通过2路触点同时接通零线和火线。关灯的时候，这个继电器是断开的，接线这一头接101火进线，这一头是出来接灯的。这个很简单，这样就接好了。接灯上去试试。拆掉它的接线端子，就是我手里的继电器代替这个接线端子，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。哎，正好，空间正好。把线接上。17伏的电，始终是有一个17伏的电。这17伏的电就对着钢筋和灯之间形成个回路，钢筋之间形成回路就会导致 LED 灯会亮。要么说有的时候这个灯啊，你不装的时候它不亮，往墙上一装，和这个铁一接触，它就开始亮，是吧？这种事我遇到过好多次哎。是吗？这灯你不往墙上装，它跟墙是绝缘的时候它不会亮，一往墙上一靠或者接触人体它就亮，就这么神奇。我那个的话，是不是下面那个事儿需要跟物业反映一下？你给他们说一说也行，跟物业。哦。你说咱们的零线上面都带个10几伏的电，导致家里边的灯有时候关了灯以后上面还带电。他们如果有这种感应电笔的话，能测出来。普通电笔根本测不出来。普通电笔测不出来，我这有普通电笔。普通电笔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看，普通电笔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就这种10几伏的电，它会导致灯微亮。到高的时候，这些灯啊，可亮了。对，可亮了。这个电压现在等于说被继电器给阻断了，只有通上220的电，让继电器吸合的时候，它的触点才接通电源给灯供电。它这个螺丝杆是盖楼的时候留下来的，这个杆和楼体的钢筋是接地的，就是因为连了这个螺丝杆，所以它会微亮。没有这个螺丝杆，这个灯我估计就没那么亮。让它开灯。关灯。开灯。关灯。这样就杜绝了微亮。好了，这个小故障维修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